凡路过一个摊位，小贩一把叫住了他。小哥，我这里有上好的青花瓷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于凡玩古玩3年，没捡过像样的古玩，却总揣着股不服输的劲儿。突然，于凡被一只压在旧书下的青花瓷碗勾住了。这只青花瓷碗有个小缺口，碗身沾着泥垢，釉色却透着股温润的光泽，碗底隐约能看到宣德年制4个字。想要就拿，200块，谢绝还价。宣德青花可是硬土货，就算是残件，也不止这个价。老板，这碗缺了口，釉色也不绝，顶多值50。小伙子，你懂不懂哈？这可是老物件，要不是我急着腾地方，500都不卖。两人你来我往砍了10分钟，最终以150块成交。于凡小心翼翼地擦掉碗上的泥垢，釉色愈发清亮，那抹青花仿佛要从碗身上活过来。他揣着碗，脚步都轻快了几分，心里盘算着回去让懂行的朋友长长眼，说不定真是捡着漏了。可刚走出没几步，身后一个穿着唐装的中年男人喊住了于凡：“小伙子，等等！”唐装男拦住于凡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手里的瓷碗，嘴角勾起一抹讥讽：“你这碗是刚从老周那儿买的吧？花了多少钱？”于凡心头一紧，下意识地把碗往身后藏了藏。几百块，怎么了？几百块？我看你是被人坑了，这就是个现代仿品，还是个残次品。大伙看，这缺口边缘多整齐，明显是用砂轮故意磨的。老瓷的缺口都是自然磕碰，边缘会有细小的崩裂痕迹。再看这釉色，看着温润，其实是用化学药剂泡出来的，用手摸起来发涩。真正的宣德青花，釉面是光滑细腻的。他又翻出碗底，还有这款字，宣德年制4个字笔画呆板，间距都不均匀。真正的官窑款字，笔法遒劲，结构严谨。我玩古玩10几年，这种仿品见得多了，最多值20块。周围的人纷纷点头，有人小声议论：“原来是仿品，这小伙子上当了。唐老板可是这的老玩家，他说的肯定没错。”于凡的脸瞬间长得通红，手里的瓷碗仿佛变成了烫手山芋。他盯着碗底的款制，越看越觉得唐装男说的有道理，心里又气又悔，恨不得当场把碗扔了。你懂什么？就在于凡快要招架不住的时候，一个苍老的声音突然从人群外传来。人群让开一条缝，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拄着拐杖走了进来。